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家里的香氛都用了，蜡烛也点了，为什么总是没有店里面或者是酒店来的有一种高级的香味？或者是不喜欢用香的人也希望家里闻起来有一股很清新的味道，但是为什么你的小宇宙里总是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杂味？你知道罪魁祸首是谁吗？像除了我们家里的软装啊，或者是选物常被朋友夸之外，还有一个最常被朋友问还有被夸的就是为什么你们家那么香？我根据对于家里味道的坚持呢，就是要让自己觉得辛苦了一整天之后，一闻到就会让我觉得工作再辛苦都值得，或者是一回到家就觉得回家真好。香味之于我们，就是升华所有感官感受的点睛之笔。今天就不藏私，跟大家分享9个维持家里香香的随手的小习惯，让你使用很多超能力购买的香氛产品，发挥它们最大的功用。对味道敏感、喜欢自然清新的味道的朋友更要看哦。影片开头不是有提到导致空间会有怪味的罪魁祸首吗？你们猜到是谁了吗？其实就是附着在我们小宇宙的墙、家具、纺织品、抱枕、电器、各种物品上面的那些灰尘。如果天气潮湿，那不得了，那些灰尘呢就会团结在一起，变成霉菌军团。这些小黑子就是阻碍我们空气清新的大反派，也让我们花超能力买的那些香氛产品没有办法发挥到他们正常该有的香味。那该怎么办呢？杀那些霉菌军团的时候，我们就是四面楚歌，所以在清扫的时候，我们要拿除尘纸拖把拖地之外，连四面墙方方面面都除尘一遍，把那些小黑子再变成细菌军团前，我们就一举歼灭，360度，任何一个角度都不要放过。当然，细菌军团它是无所不在。另一个细菌军团的温床其实就是我们的床。起床后，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拿着滚筒滚一遍我们残留的皮屑或者是有的没的，防止细菌的滋生。另外，我也会把被子反折，让我的寝具透气。刚刚我们已经铲平了细菌军团喜欢藏的地方，接下来还有一个罪恶的冤首，就是厕所或者是厨房的水管。细菌呢非常喜欢藏匿在水管，尤其是天气潮湿的时候。如果闻到有一股闷闷的、有点霉味的感觉，不要怀疑，大概70%是你的水管。那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霉味，其实就是细菌大军的大本营。所以呢，我大概每2个月就会施一次醋加苏打粉的魔法，水管立刻马上，不信你试试看，马上就变香了。不要问我比例，你有看过道行很高的仙姑或者是很厉害的魔法师施法的时候还在跟你讲比例的吗？开玩笑的，影片结尾会放。另外，浴室或厨房我都会尽量尽最大的所能保持它的干燥。洗完澡啊，就用刮水刀把墙壁啊四周都刮一刮，至少保持30分钟的通风。或者是如果有除湿机的话，也可以开一下除湿机，保持干燥，比较不会滋生细菌还有霉菌。这个小动作可以让你很久都不用洗浴室。Hello， 我是笑点藏很深，只有品味的朋友才会被我逗笑的 A。我们是最爱断舍离的实用美学频道。影片如果遇到广告，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停留个几秒，你的鼓励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好了，刚刚前3点就是最重要的歼灭细菌大军的3点，但是要保持你的小宇宙的空间空气清新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也是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开窗。你一定想说这个还要你说哦？当然不是，这点大家都知道，但是非常容易忽略或者是忘记。我也有朋友不喜欢开窗，是因为开窗会有灰尘，有灰尘他就要整理家里。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忘了开窗，或者是选择不开窗，但是如果要保持空间的空气流通，才是最重要的。像近藤麻里惠不是就有说，他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窗。你看看开窗是不是很重要？但如果因为天气的因素没有办法开窗，也别忘了开空气清新机。空气清新机可以帮我们的肺先过滤掉很多不好的脏空气，空气循环之后，当然我们的空间就会有一股清香。哦，对了，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如果要让工作的时候不要脑雾的话呢，其实空气是非常重要的。开空气清新机也比较不容易脑雾。另外，我们做菜啊，像冬天快到了，喜欢吃麻辣锅的我们，一定也要准备一台空气清新机。空气清新机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但是在G很坚持买了第1台之后，现在我们家每一层都有一台。
阻碍我们小宇宙保持气味清新的那些细菌军团们，我们大概都杀得差不多了。但精致 girl 就是要追求一个精致嘛。平常浴室除了洗脸、刷牙、洗澡之外，还有一个最常使用的功能就是大号。我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就是我不喜欢被人发现我上完厕所的习惯就会很像猫上完厕所会用猫砂把它的排泄物给掩盖住，掩盖它的气味，不让人家发现它便便一样。所以我试过 Purfary 啊，还有大创的一些就是消臭味的产品，但是效果都让我十分的不满意。每次用完我就更没有安全感，因为排泄物加上除臭剂的味道加起来真的很怪，总觉得敌人马上就知道我在哪。直到某次我在某间日料的餐厅的厕所发现了某样十分诡异的物品，就是火柴。好奇心的驱使让我像卖火柴的少女一样划开了第一道。火柴烧完之后，空间瞬间有一股柴火香。一查之下才发现，原来火柴才是最天然、最好用、最有效的除味剂。永远让你的敌人发现不了你，不会背叛你的也只有火柴。不喜欢有太多味道的话，可以用一般原味的就好了。但如果你想要有一些异国风味啊，或者什么奇妙的味道的话，在 Amazon 上面有卖各种风味，链接会放在下方资讯栏。不喜欢被发现行踪的你，可以参考看看。不是俗话说得好，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吗？那关于维持小宇宙的空气清新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没有臭空间，只有懒主人。虽然我懒到有剩，但是俗话说得好，财不进脏门，福不润屋人。为了迎接财神还有福神的到来，还有我空气的清新，我还是会每隔1到2个月就清洗一下家里的大型的纺织产品。像窗帘比较难洗，可以用 fabric spray。如果像我一样喜欢比较自然的味道的话，可以用自制的 fabric spray。又要问配方吗？问就是哪里有厉害的仙菇，还要跟你说比例的。片尾等一下告诉你。其实要清洁地毯也蛮简单的，就是在你睡前可以撒上苏打粉，在睡觉的时候让小苏打粉跟地毯产生化学作用，起床的时候吸一吸，你的地毯瞬间就变得清香。如果怕睡觉起来忘了把苏打粉吸掉，那就先放个30分钟，30分钟之后再回来吸你的地毯。如果追求更精致一点，可以在撒苏打粉的时候点上你喜欢的精油。厕所或厨房的抹布是非常容易有水味的，水味也非常难用其他的香味掩盖。但要保持浴室还有厨房的空气的清新，我试过各种的抹布，各种勤快的清洗。但毕竟我就是一个懒得有剩的人，我没有办法隔2天就洗一次，所以我选择在厕所就不放抹布。但是如果洗完手、洗完脸，台面变湿的话，那我就会用我擦脸用的可抛弃式的毛巾。擦完脸之后，我就会拿来擦台面上的水渍。使用几次之后就可以把它丢掉了。如果没有抛弃式的毛巾的话，也可以使用餐巾纸。厨房的抹布我会准备2条，在某一条已经散发出微微的水臭味的时候，就会赶快丢进洗碗机里，洗过之后味道就会消除了。好消息，阻碍我们空间变得清香的细菌军团，大部分都被我们消灭了。如果想要维持家里空间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的话呢，你可以选你最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水，滴在像冷却的灯泡、卫生纸卷或者是窗帘、地毯上。没有纺织品的地方，但是也想要香的话，没问题，拿棉花球。如果没有棉花球，又不想要去买，那卫生棉或者是护垫，滴几滴你喜欢的精油，或者是喷上你喜欢的香水，丢在你想要散发出香香的气味的地方，时不时想到了就回去补点几滴。如果不想要买精油，烘衣纸除了拿来烘衣服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好用途。可以把上一点说的沾有香水或者是精油的棉花球变成烘衣纸，丢在你想丢的地方。另外，刚搬到老屋之后，我有搜寻如何营造一个 Miki 不喜欢的空间，就有很多网友建议丢烘衣纸在你不想要他们来的角落。所以除了那些角落之外，我也会拿来丢鞋柜啦，或者是垃圾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会拿烘衣纸擦拭布的沙发，参考看看。今天把维持家里空间9个香香的小秘密都整理出来给大家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觉得这一集有用的话，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如果觉得这集不错的话，麻烦帮我们点个喜欢、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才不会在茫茫油管大海里与我们擦身而过。对了，我们频道1年了，最近重新调整成更符合我们的风格的方向还有名字，从 Mother B 的百年老屋改成了 Typical Girls。你没有认错频道哦。11月开始我们恢复周更，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看的主题。谢谢陪了我们1年的你。